民党主席郑丽文到美国访问，那明天要回来了哈。那他强化避战啊，2万不能战争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谈环太的军演，他说因为这个区域很复杂，所以军事活动很正常哦。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也有相关的军事活动哦，不止美国有活动，中国有活动，所以他就说这都很正常啊。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跟华府的智库交流，说要把台湾这个第一岛链打造为和平繁荣之链啊，不要变成一个战争之链。那传出来说他在美国见的官员层次不高，层级不高，国民党说这是恶意带风向啊。那到底见了谁哈？说是要保密哦，不能讲啊。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说，因为你先见了习近平呢，所以呢，美国就把你当成潜在威胁，因为觉得你跟习近平是站在一起的。那国民党的这个副秘书长陈以信啊，他说呢，赖清德访问美国都还没去啊，赖清德没有到美国本土啊，所以呢，我们郑丽文至少访问了美国了，你赖清德还没美国，你还叫我们干嘛啊？那黄伟汉说呢，2015年的时候，朱立伦当时见了谁啊？2015年的10月，朱立伦当时是国民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一天两次进到白宫的西厢，哦，叫做艾森豪大楼。上午见了国安会的资深主任康达，下午见了副国务卿布林肯，哦，那蔡英文那个时候也见过了布林肯，所以呢，美方是蓝绿都见，同时啊，这个好吧，这是这个朱立伦见的哈。那卢秀燕不是才去吗？哦，卢秀燕才去没多久啊。卢秀燕说也是他的规格是国安层级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这样的层级对标哦。那所以呢，卢秀燕当时见了也不少人哈，还有这个卢秀燕当时还见了国务院的高官、战争部的高官啊，那国安会的这个资深主任啊，有秘书长层级的这个主任，所以卢秀燕也见到。朱立伦在10年前也见到，郑丽文这就见了谁啊？他们现在说不能讲，因为大家讲好不讲啊。那另外呢，日经啊是说川普政权是冷落郑丽文的，因为呢拒绝传递错误的讯息，就怕传递说，因为认为郑丽文跟习近平见过面，怕传递说哦，原来美国也是亲习近平的，好像怕这样子啊。那另外呢，这个新加坡的媒体《海峡时报》哦，今天这个发表评论说郑丽文魅力十足，但是太过天真，哦，说他在美国是一直讲他要做一个和平缔造者，但是没有办法打动美国，因为美国觉得老共和平，哦，光讲和平就能和平吗？有一些实际的作为，我们看一下。平面媒体就指称，举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湾市长卢秀燕过去访美见到的国务院官员，皆是副驻青。不过，来自华府圈的消息却透露，郑丽文前往 AIT 华府总部，国务院仅派出科室层级官员，叫惯例连降3级。什么消息圈显示，这种模糊的方式这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造谣生事嘛。对此，国民党也声明，郑丽文非常感谢美方安排见到该见的人，说想说的话，双方交流坦率且深入，但在基于双方默契，不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蔡总统没有办法去美国，所以说很多人酸葡萄，然后看得眼红。如果真的没见面，那我发1000份金牌。若没见到官员，就发送1000份鸡排。随后陈以信便说，这 AIT 总部也能视讯美国国防官员1000份鸡排，省起来。但据悉，郑丽文一行并未按照外界推测，在10号下午前往位于白宫西侧的艾森豪大楼见美国国安官员，而是直接前往 AIT 华府总部，接着10号又2度前往 AIT 总部，未跨过与白宫分界的波多马克河。我们真的见了9位国会议员。有必要利用美国人来福音这个民进党在国内政治的需求吗？我们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不耻。一趟访美，谣言满天飞，对蓝营来说，好比哑巴吃黄连。不过郑丽文这次去，就侨胞的反应很热烈了哦。我看那个开那个宴会啊，比如订50桌都爆桌哈。来，洪禄兄怎么看？我当然了哈，一个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一个主席领袖去到美国，其实我也希望他见到美国更高级的官员。为什么呢？表示美台的关系是好的，他就能够见到哈。但这一次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实际上见了什么人，其实都报章杂志上面写。我们其实有时候出去也会知道，有人会说你先不要公开，
等你怎样之后你再公开，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到最后他到底见了什么人，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目前看起来呢，确实没有见到非常重要的官员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如果这次你刚见完习近平，然后你来美国，我又高规格的接待你，我会向国际传达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我美国也是支持你走这个路线。我觉得美国担心的是这个。那你整个如果说美国你来这边拜访事先的什么的应该都联系好了，应该是什么样的官员，大概在这边出发，大概都差不多了解的。但现在呢，我们连见的什么特别的人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里了。我认为美国的政府的立场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也要讲一句，就是说以前不管朱立伦，不管什么谁去，都还有见到一个一定层级的官员，那代表的是什么？美国跟这个国民党这边他们还是有相当的互信的程度。但这次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互信程度是不是让人家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点我们要从这边来看另外，郑丽文主席他自己本身也要出发前也太高调，他说他想见川普。我觉得这可能吗？你在要去访问美国，你本身你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啦。从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什么的总统什么时候有跟美国的总统见过面？台湾的一个这个主要的政党的领袖有什么时候跟美国的总统见过面？你一开始就让美国认为你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我觉得这一种种的原因都造成他这一次在美国这个美国接待他的这个规格比较低的一些原因曼凯，国民党党主席前往美国，基于美台的交流、台美交流的双方默契，所以保密。但是见到该见的人，那我想请教，民进党的党主席现任总统赖清德，他现在访美了没？就说以中华民国元首，不管是陈水扁、蔡英文、马英九、蔡英文，每一位都有就任之后有去做美国，不管是过境或是相关的交流。那到目前没有。我真不希望是说陷入这种口水之争，很奇怪。每一次执政党面对到我们的时候，都会讲说：“哎呀，国内大家政治要竞争，但国外一致团结。”我也同意啊，国外我们一致团结，我们代表中华民国。所以今天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我们前往美国的时候，本来就见到该见的人，说该说的话，就这么简单。但很奇怪的是，就会有民进党的委员或是民进党的相关人士，就故意要见缝插针，故意要落井下石，好像国民党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交流，就不是正确的一个事情。那更何况我必须要讲，如果说真的是什么习近平相关，那川普才6月的时候才见习近平高市早苗之前也见过习近平那难道就民进党的委员口中，高市早苗跟川普都是美国的威胁吗？都是民主的威胁吗？所以说，其实在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说政党各自有各自的行程、各自的立场，我们就各自的努力。尤其是对于美国也好，对于我们所有的政策也好，大家都可以开大门走大路，但绝对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互扯后腿的一个方式。那拉回来，我必须一定要再讲一下，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上一段节目也提到，不管是海峡论坛等等相关部分，那我们的台东县长劳庆林用一个录影片感谢我们的水果外销，是帮我们台湾农民讲话，是帮台湾台东的世家、台东优质的农产品讲话，现在还要被用说涉嫌国安机密、涉嫌统战，我的天哪！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像未来拍任何影片都是涉嫌统战，没有错赵先生讲得非常好啊。今天人都没有前往，我就是一个影片前往，是我们统战人家，讲不客气的。那还有，如果你民进党真的觉得是说两岸交流都不要的话，那站出来讲啊。2026年把民进党县市执政县市也好，或者说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口号、竞选策略，主要就讲以后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所有农产品禁止外销中国大陆。那看大家来投票嘛，用大家的实际行动来投票。那 ECFA 应该断了吧？以民进党现在执政10年的情况，那对中国大陆的 ECFA 为什么当初在野的时候讲说是叫糖衣毒药，现在执政了10年了 ，ECFA 还是用好用满了？而2000年开始，我们还有文化输出。刚刚曾宇讲得非常好，
周杰伦、蔡依林、五月天、S.H.E 这一些真的在华人世界直牛耳的这一些艺人，顶尖的艺人，都是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出道的。到目前为止已经26年过去了。比较遗憾跟可惜的是，26年之后，在这中间里面，民进党执政了16年，国民党执政了8年。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民进党执政比较多时间，我们培养了哪一个华人地区的巨星？而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它当然市场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软实力很强，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拥抱一个开大门走大陆的市场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对于我们的演艺人员，对于我们的艺人来讲，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美国国安局设的窗口，因为大陆最近很多那种军委会的那个头，对不对？好像8个有7个都被斗争斗掉了，所以他们很多军官也人心浮动，人心惶惶。哦，而且事实上我的了解，大陆的军方也是很腐败的。哦，所以习近平反腐也是有他的道理。比如你要升个官，要想升个什么中校、上校、少将，听说都要送红包啊，都要打官司啊。那现在这些官也是当时这样上来的。所以这个整个军队的腐败是很严重的，所以习近平要反腐。但是呢，总是有些军人就很害怕，会不会斗争到我呢？所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这个国安会就弄了一个窗口，放了一个影片，说你们都来啊，来秘密做我的情治人员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的国安局呢也学了这个，也设了一个窗口哦。那比照美国的 CIA 说策反，他这现在最被他拿出来评论的，就是联合报今天有评论，就是说。中间也不说大陆叫做中国大陆，也不说是大陆，就说是中国。那你反的是共产政权嘛？你说我不喜欢共产政权，因为我们是民主政治，我不喜欢共产制度哦，它的不定期改选，它的没有言论自由，不准集会结社，你反对这个。中国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你没有什么好反对中国，去中国人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对不对？讲的有些人认为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至少有人认为是同文同种。至少不是敌人嘛，人怎么会是你要反对的是这个政权，而不是14亿的中国人嘛？哦，所以呢，你现在做这个影片，然后感觉好像是反中国人的影片，所以就很奇怪，你干嘛搞这个东西呢？对，你针对是某些军官，他可能不满，你要把他策反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怎么做的。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改变2字用简体字，最后压上国安局 logo。国安局要找愿意提供情报的对岸民众。当时进了体制内就是图个安稳，但是这阵子老同志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消失，连个说法都没有。AI 生成制作国之故事叙述有点眼熟。领导们真正在保护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利，我不能让这些狂人来塑造我女儿未来的世界。美国中情局 CIA 今年2月也制作类似影片，要招募线人提供关键情报。台湾的国安局证实，确实参考了美国、英国、以色列等情报机构，但跟西方国家不同，国安局的影片不是放上 YouTube， 而是自家网站，还有个连结让线人留言，点进去得完成图片认证后，有6个步骤，手把手教导如何使用安全的设备、隔离网络足迹等等，才能留言。用词遣词都确保大陆民众看得懂。不过，对比 CIA 影片教学有9个步骤，包含知道得用西方 email 平台，并鼓励使用暗网。按惯例，情报单位确实会给被策反的线人等价报酬，也有义务确保线人和家人的平安。我国国安局要启动间谍情报站，这些配套措施可不能少。好，我们的前任情治首长翁衍庆。哦，是以前情报局的副局长，他说这国安局这是乱枪打鸟，他们不是要真的吸引大陆人来，是内宣呐，给我们等于看哦。他说真正收集到的重要情势机会不大了哦。那所以呢，如果能够跟这个异议人士搭上线，就算是赚到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徐宇珍委员也是说，你怎么样避免对方刻意故意来导你弹投毒哈？那民进党立委是范云力挺说，因此我们不要多元情收吗？这是多元情收啊！哦，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际政治观察家方恩格，他当过共和党的这个好像亚洲还是台湾的主席哈。他说这个有3个低级错误。第二个呢，
他说明明这是大陆的官员，他派一个大陆官员，怎么拿印有台湾地图的杯子呢？大陆这样，你什么意思？应该有大陆地图，怎么拿台湾地图呢？哦，这是情报，中国的情报官员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第二个，影片中一个大陆官员买了一只抛弃式手机，大陆官员会这样买吗？哦，因为大陆官员也要很谨慎啊。哦，抛弃式，你买个抛弃式干什么？另外呢，说一个大陆官员坐在公共场所跟台湾的情报单位联络，所以有这么愚蠢的官员吗？会给台湾有用的情报吗？打个电话就把情报给你了哦，好吧，这个他们就说张宁鹤在海峡论坛，这个等于大陆出个招，所以我们国安局立刻出个招，叫做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向台湾投诚哦。所以联合报的评论是说，本来是反共嘛，你反共不喜欢共产制度嘛。对不对？你可以说你反共，你说我不赞成共产制度都可以，但是呢，怎么变成反中呢？对不对？你很奇怪，你不是要反中嘛？你是反共嘛？哦，这不是很奇怪吗？来，真宇。我必须说，我们支持国安，我们也支持反渗透，但是国安的这样子情报资源真的是要沦为国内的大内宣吗？这个影片让我真的是看完是不知所云啊！我更好奇的是，国安单位你们是用什么样子的软体来制作这一支影片出来 ？AI 做的。对，哪一个平台的 AI？ 如果你要有这么详细的华人的一些 database 的话，你确定你是用我们台湾自己的软体，还是你是用中国大陆的软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国安单位真的不要沦为大内宣，反渗透也不能变成是全民抓共谍哦。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一阵子的直播事件，变成是说人人反共谍等等的。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以前一直想象中的是说，我们就是要抓贼，要怎么样都不能打草惊蛇。但是现在的国安局怎么会变成是说沦为拍短影片，或者是说短影音，我们要求触及、求流量？但是真正的国家安全是这样子在搞的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替我们台湾的整个国安体系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紧张跟担心因为我认为现阶段大家还记得吗？沈伯洋一直不断的说我们现在要小心我们认知作战等等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反认知作战回去吗？还是怎么样？这支影片我不认为有任何让台湾人感觉到说，对我们就是要去防范胜于未然等等的，这支影片绝对有用，还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你刚刚讲一个东西，一个标题，联合报的标题讲说反共变成反中，事实上他现在哪里有反共？他不是反共，他现在就是反中，就是反中。只要中国都不好，都不要，他就是反中抗中。这个基本上民进党基调已经变掉了，不是说我不喜欢那个政权，而是我不喜欢那一边的，因为要一边一国，所以你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全部反对你。基本上这个样子。这第一点我想讲。第二点我想讲的这里面真的很搞笑了。他等于是欢迎国安局开一个什么的，欢迎大陆人来爆料，怎么会像这个样子？那国安局在立法院就不断的讲，这个大陆的这种骇客几十万、几百万这样子进来，一直进攻什么之类的，那你从那里面捞，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这是我们来看那么第三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这样做？你刚才讲张鹤龄，那可能是一个原因。我个人的解读啦，选举到了，他不要让人家感觉说我只有抗中保台这个硬的这条路，我要软的这条路，我也来，两边的票我都要，就是对中国大陆没有那么讨厌的这些人，我也要。所以说，你可以看中国大陆那边有这些贪污的，有这些什么的高官舞弊的啦，通通可以来跟我爆料。这个时候我可以向大家讲，所以这是道地的一个内宣，这个道地内宣，而不是什么说想要用这个来。那我们想说，那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国安局透过任何管道抓共谍？结果到现在为止，可以看到的都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在走的这些共谍是什么？在总统府，副总统府的办公室里面，副总统办公室，外交部有，民进党立委的办公室也有抓到共谍。你不觉得这个很荒谬吗？你一直要想说，哇，这个抗中保台，所以共谍是不可饶恕。结果共谍通通是在绿。我觉得啦这个
国安局也说了，是 CIA 啊，然后欧美啊有做这些啦，啊，他们也是学的啦，哈，在他自己也讲了哈。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多一个管道也没什么不好啦，哈啊，毕竟啊，两国啊存在的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啦，哈。那别人有做的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学着做，我认为我是支持。不过我也要提醒，就是说啊，哈。在这种情况，你到底收得到的情报，人家是给你真的还是反情报？这个就要有这个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啊，去辨识。你不啊，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啊，中国啊，他们共产党里面现在政争啊很严重啊，共产党里面啊可能有人会提供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也有可能啊，被斗失败的或什么的，或他自己很危险的，也有可能提供啊。我觉得欧美也是基于这个角度才去的啊，但我们比他更近，那我们会更了解。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个到底是给你真的还是给你假的？反情报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而已啦。那永平，我觉得以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哦，我们国安局拍一个影片，你总不能够让人家觉得说你比很遥远的美国或什么还更无知吧？我觉得那个方恩格律师哦批评的很对啦。我也不是说你这个影片一定不能拍，你做内宣一定不可以，你不要做的真的很搞笑。其中有一点就是他那个在公众场合联系那一点。真的知道中国大陆的整个那种网络系统哦，各种的厉害啊！大陆人如果真的要讲什么敏感事情，我们不要讲到说真的什么泄露国安资讯，有时候他们那种商业机密真的敏感，他们手机是去餐厅里面，他们是要放在外面，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隔绝讯号的那个手机箱去放着。因为否则你啊，手机你都没有在讲话哦，你也没有开，你就摆在这里，你只是让它on着哦，万一有电话要接，你这样讲什么呢？他也可以监听得到，所以你怎么可能在公众场合还在那边出卖国家机密，然后还希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拍这种内容，你会让人家笑，就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不是认真的啦，你随便糊弄大家的啦。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真的就没必要，而且还打着我们国安局的名号，就是会觉得比较丢脸。他注释烂草说 AI 大概不要省钱，然后随便弄，美国有我也弄，就弄一下出来了，需要再回来。